相亲现场哈，总是这么狗血的吗？27岁的姑娘跟30岁的小伙相亲哈，刚刚坐下来，相互寒暄之后，两个人就有点找不到话题了。然后这个姑娘呢就灵机一动哈，那就跟那些视频里拍的哈，真是一模一样的哈。说那咱俩都是来相亲了嘛，要不然就说说条件，说说要求吧。要不你先来吧。于是呢，男生就开始说自己嘛哈，说那个自己现在在租房子住哈，也不太喜欢开车，上班呢坐地铁挺方便的，工资大概20万哈，就这些吧。然后自己呢想找一个不物质的姑娘哈，性格好一点的，能一起同甘共苦的，能过日子的。女生听到这儿啊，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啊。她说不是吧，媒人明明跟我说你条件特别好，是个富二代，怎么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呢？我倒不是说我非得找个富二代，但是咱们得诚实一点吧，实话实说不行吗？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那还大老远跑来相亲干什么呢？要真是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于是男士说那抱歉哈，我的别墅呢是在郊区有500平，上班因为太远了，所以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住，方便嘛。我的车呢是劳斯莱斯，但是现在在单位上班不太方便那么张扬，而且租房子呀离单位特别的近哈，没有必要开车，地铁2站就到了，也很方便的。收入方面的话呢，工资就是这么多，家里的公司呢也有个职务，所以一年大概有200多万的收入。这个时候这个姑娘啊，她的脸色才正常了。于是她就说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学历呢是硕士，收入跟你呢是差不多的，我的条件呢就这样哈。我的要求呢跟你说一下吧。第一呢，我结婚的对象呢必须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房产，婚前呢其中1套要加上我的名字，另外1套呢最好是以后父母退休了也可以过来生活，可以来住一住的。第二呢，我们老家那边呢彩礼是50万，婚礼呢是男方来操办。第三呢，婚后你的工资卡得交给我来管，家里的资产呢我也要参与支配。第四呢，我不太擅长家务，最好婚后可以有保姆管理家务事。第5呢，他还没说到这一条哈，男生就开始打断他了，说我觉得你的这些要求呢我都能办得到，但是我有点犹豫哈，我想冒昧的问你个问题。女孩就很自信的说了什么问题啊？你说吧。男士说，请问你的这张脸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啊？我跟奶茶妹妹比差哪儿了呢？这是一个99年的小姑奶奶怼我的话真的挺有意思的。她吧说实话，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就仗着自己上了个好学校读书读的比较多，父母呢是企业里的高管，我就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这种自信。就连她妈妈都说我家姑娘找对象必须得找个好的，资产高的，综合条件都得过关，不然不嫁也罢。我们家条件又不差养得起她。就你们听一听这样的家长也真是自信过头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把奶茶妹妹的履历好好看过呀？跟人家能比什么呢？比长相，比颜值吗？人家可是差点就可以去做女1号的角色了好吗？你能不能呢？你跟人家比家境吗？人家自己家里已经资产过亿了，父亲是集团公司的总裁，你怎么比你跟人家比学历吗？人家奶茶妹妹可是保送的清华，你呢？你是吗？你跟人家比收入吗？章泽天现在身价1000亿，你说你跟他比差哪儿了？你自己说你跟人家比差哪儿了呢？算了没有被现实毒打过的人我懒得说这不前几天我就让他去参加了一次我们的高端相亲局，基本上呢都是高资产高学历人群。这个就是想让他去看一看那里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女孩在跟他竞争。人家不论是长相身材学历还是家境都远远超越他。原本以为他去了之后呢，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之后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一点点的醒悟。结果让我很意外，人家去了这样的局并没有什么领悟仍然非常自信的跟我说，老师这么多男生我一个也没看上就有1位还可以。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小姑奶奶到底看上谁了？结果我一看那是一位连续创业从未失败过的精英人士，全球著名院校排前几名的高材生。关键是人家不但多金还长得帅。得我看这又是一个大龄剩女的坯子。大家觉得她这么绕能嫁得出去吗？
最近有个女生啊，她去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啊，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两个人呢聊得很开心，互相敬酒，喝着喝着呢，这个女生啊就有点喝多了。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啊微醺的状态啊，就提出来送她回家。女孩这会儿呢半醉半醒的就答应了。于是呢，男士就叫了辆车，带着姑娘离开了。这一上车呀，女孩就倒在后座上没说几句话呀，就睡过去了。问她住哪儿呢，也没说叫也叫不醒。男士这下心情就有点复杂了不知该怎么做比较好。想想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大晚上的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送哪儿去都不合适。于是呢，他就自作主张了让司机呢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在车里呢等了2个多小时。这时候女孩突然就有动静了原来是要吐于是呢，男士就扶她下车女生呢吐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清醒了。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是她家，就问男士这是哪儿。男士说因为他刚才睡过去了不知道该去哪儿了，就把她拉到自己家楼下了。目前呢是半夜快1点了。于是呢，男士就问姑娘住得远不远。姑娘说家住得挺远的，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于是呢，男士就跟她说，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晚得了你睡卧室，我住客厅。女生听着呢也挺合理的，就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两人呢就上了楼。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就在男生的卧室呢睡下了，男生呢也在客厅躺下了。可是后面问题就来了他俩各自睡了2个多小时之后男生在客厅越睡越冷，然后就开始敲卧室的门让女生给他开门女生死活就不开。这俩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就争执起来了。男士呢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想拿床被子出来。女生呢就死活就不开门说男生想要耍流氓。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处理的不好呢？有多少女生都认为找个有钱的老公就万事大吉了。只可惜他们都不是精算师没有办法算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女粉丝的真实故事。她20多岁的时候呢，因为长得很美，再加上名校的加持她顺顺利利的在众多追求者当中筛选出来了未来的老公。比她大10几岁的老公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成熟稳重，做人做事都非常到位的，情商也很高。谈了1年的恋爱之后呢，他们就顺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进入婚姻之后呢，她就理所当然的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做起了富太太老公呢很宠爱她，她花钱呢也基本不受限制的，每天什么事儿她都不用干，事儿都交给保姆了。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约闺蜜逛逛逛，买买买老公在商场里拼杀的你死我活的时候她在周游世界，坐享着男人的成果。就这样的生活过了2年之后老公呢就跟她商量生孩子的事儿。结果呢她拒绝了，她说能不能再等一等过几年再说。日子呢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3年之后她老公的公司面临了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几乎要停产的状态。而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类事情，所以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呢，她真的天都要塌下来了。她的娘家是很普通的家庭没钱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这个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她老公一个人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经过了1年多的艰辛运作，终于呢又让公司起死回生了。这个时候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又被激活了。之前的经历呢完全没有对她有任何的教训和影响，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老公跟她提出了离婚了。理由呢说的特别的难听，她说这几年算是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了，说她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寄生虫，除了花钱什么用都没有，连生个孩子也不想生，怕自己身材走样了怕自己变老了只会为自己考虑。这不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养只猪呢还能生下个崽呢不想给他生孩子，还天天享受着他辛苦赚来的钱，凭什么？家里的钱不懂得计划理财，只知道恣意挥霍，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不上任何的忙也就算了，整天的为了一个包，为了一块表跟自己吵个不停。所以他就这么被嫌弃了，被离婚了。在这段婚姻当中他不但没有得到个人的成长还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废物太可惜了。你说一个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不
不能好好的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吗？不能把自己的学来的东西啊，为社会贡献一份价值吗？听说她老公后来又结婚了啊，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1年多啊，人家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真的是乐坏了。而她呢，现在还在相亲啊，想找一个啊跟前夫那样的男人，那可就太难了，对吗？有些现实的事情是很扎心的。在北上广深，为什么那么多的单身姑娘，她们自身都不错哈，但是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很难维护一段长久的恋爱关系。她们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是呢又无能为力啊。28岁的茵茵哈，在北京的一家3甲医院工作，长相很甜美，身材气质都很佳，高知家庭的背景哈，按说呢她这样的综合条件已经不错了。其实生活中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也不乏一些条件很优越的男士。但是他说哈，从工作到现在已经2、3年了，谈了很多段，都很短暂哈，没有一段是维持了半年以上的。他就很纳闷嘛，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其实主要是他们这些姑娘啊不太了解哈，在1线城市里，她们这样的女孩最容易遇到3类男人。第一类呢就是好大叔，好大叔呢是有钱啊，也愿意给你花钱，然后呢也很喜欢你，对你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好大叔啊，就有点难了，因为好大叔的缺点就是花心啊，见多识广啊，你很难拿捏他的呀。因为啊，喜欢好大叔的女人也是大把大把的人啊，你很难成为他的唯一啊。那第2类呢，就是精致精英男，他们家境好，学历好，圈子也很好，房车都有，收入也很高。他们可能呢，就比较小资哈，生活呢很讲究品质，常常会带你去一些高档消费场所哈，他会很温柔。啊，情商也很高，很懂女人心，说你爱听的，花钱也比较大方。那么你的恋爱体验啊是相当浪漫的。但是呢，他们却有个特点，就是哈，一起吃喝玩乐啊，他是可以花费的，但是呢，不太会愿意啊单独为你去花钱，特别是大笔的，比如说给你买个爱马仕包包啊，香奈儿啥的啊，就不太可能了。你会体会到哈，他很算计的。你一旦离开了他，你就发现你其实啥也没有，除非你深得他心哈，可能会是个例外。但是这样的男人啊，他见过的女人也不少啊，他的选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呢也很难搞。第3类呢就是事业男，这一类人呢以事业为中心，他的事业心很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功。那么他们呢相对来讲就非常现实。如果他是刚开始创业的人，那么他一定啊想找一个合伙人，要么你的家境不错，可以给到他财务上的支持，要么你的人脉很好，可以给到他渠道上的帮助，要么你就是自身能力很强啊，不然你最终一定还是被短择的关系。那种事业已成的，他很快就转化成第1种了啊，好大叔。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容不容易破圈呢？最近有一位男生哈，居然跟我说啊，现在最省钱的方式就是不追女生，不谈恋爱，甚至不结婚不生子。他说自己今年31岁了啊，也有个20多万的存款，这都是3年来不谈恋爱省下来的。以前他每相一次亲啊，都挺大方的，吃饭看电影买礼物从不吝啬，约一次会呢花上千的钱啊，还是很平常的事儿。谈3个月花好几万，后来他发现姑娘们花他的钱花的啊挺理所当然的，人家1分钱都不掏，这恋爱呢谈的是不温不火的哈，最后呢还不一定能谈得成，花了钱了人还没追到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何必呢？所以说呢，没钱就别谈恋爱，谈不起。就我那3瓜2枣的哈，根本不够人家造的。有一回呢，他认识了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小姑娘，本以为这个姑娘年龄小，也没有什么经历哈，没经历过什么事儿，估计呢挺单纯的，也不物质。结果啊，接触没有多久啊，这姑娘就开始问他要钱了，还让他请吃大餐哈，买名牌的衣服包包啊，不给他花点钱，人家就说他没诚意啊，不给他买东西呢，就说他想白嫖。每次见面都要买东西啊，这谁扛得住啊？他说哈，现在追一个女生见一次面最少都得花500-600吧，那见好几次不得花好几千吗？各种节日生日还要让我给他们买礼物送红包。如果这个钱呀他花了，对方能给他个积极主动的反馈，那这钱花的也值了，最起码还能看到点希望嘛。主要的是哈，他追一个矜持，追一个慢热，追一个不合适，这不就等于在告诉他还要继续往里边砸钱吗？
但是还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戏，对吧？所以他说现在啊，他不想当这个大冤种了啊，爱谁谁。男生女生们怎么看这件事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优质女孩变成了剩女呢？我们且不说剩女到底优不优质，就说说啥是优质女人。前阵子我这来了个90年的女孩啊，家境很好，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她自己呢也是名校毕业的，在工作上表现也确实非常优异。她来我这儿相了个87年的男生，条件跟她也很相当，家境也差不多，在研究所工作，博士学历，大高个儿啊，说起来呢也是个很优秀的男士。就他俩见了面之后都挺满意的，开始接触了哈。哎，我这儿还暗自欢喜呢啊，又成了一对嘛。可是我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多久啊，就被一盆冷水给2个月都不到啊，2个人就分别跑过来告诉我了哈，不合适啊，不处了。我就问女生什么原因，女生说了以下几点哈。她说第一呢，这个男士对自己是不上心的，喜欢口嗨画大饼，好多事情说了都不去落实啊，就想哄哄骗骗的蒙混过关。第二点呢，她觉得男士现在这个工作情况还是收入太低了，他的期望值还是得年薪过100万才行啊，不想婚后还要一起还房贷还车贷这些事儿啊，还得一起努力过紧巴巴的日子，太累了。第三点啊，他说男孩的生活习惯特别的不好，一点家务都不会做，天天啊点外卖，屋子1周也不收拾啊，乱糟糟的，看得人心烦。他说他不想一结婚自己就变成了伺候人的老妈子。然后呢，我这边就好奇，我就问了一下男生哈，那这个男士说女生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啊，第一，他说这个女生啊完全没有同理心，完全不理解自己工作有多忙，因为那段时间啊正在接手一个项目，需要大量的花时间和精力做方案改方案，所以呢他也承诺了女生一些事情，但确实分不开身去做去落实。第二点呢，这个女生还挺理想化的啊，很明确的跟他说了，希望他换个工作去做收入高一点的，并且表示如果婚后啊绝对不会跟他一起还房贷还车贷的，房子车子这些事情他如果还要跟他一起出钱的话，会被自己的闺蜜给笑死，很没有面子。第三点，他说这个女孩特别懒，到他家里去的那一天，他故意把家里搞乱了点，看看这个姑娘呀会不会帮他收拾收拾。结果人家连5分钟都没做到就说，你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状态吗？啊，你也不做饭啊，屋子这么乱，知道我今天要来你也不收拾一下，是不是想等着我给你收拾呀？我可不太擅长这个事儿哈，我现在的屋子还我妈收拾呢。就这么着啊，他俩那次见面之后啊就互相再不联系了，都觉得对方啊很令人下头。就这个女生的问题来讲的话，一个优秀的妻子和一个优秀的员工，那能是一回事吗？你说说你不剩下谁剩下呢？你想想，那别人娶媳妇儿能照着差的去娶吗？那怎么可能把差的都娶完了，剩下的都是优质的呢？凡是领证结婚过上日子之后啊，使得对方的生活质量下降了，精神世界的负担增加了，那物质保障的等级也落差大了，还谈何优质啊？咱们就抛开性别不说，你就找个人合租啊，你让你合租的人过得比以前差了，请问你怎么才能算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呢？那房东也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吧？你咋好意思把优质这2个字儿往自己身上去贴呢？这是在侮辱谁的智商啊？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优秀的妻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听说男士的收入50万啊，这个女士啊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哈。那天呢来了个89年的女生，做金融的，自己年收入呢能到100万，的确是挺优秀的哈。那就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嘛，但是她还是表现的不太自信哈。那我就给她打气呗啊，我也希望她能顺利的找到另一半。我就跟她说啊，咱们年龄稍微大一点没有关系哈，咱们可以呢挑选那种有点短板的，而长板比较符合咱们的男士。她说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自己别的都可以不在乎哈，个子矮一点啊可以，长相不帅也行，学历差点都能接受，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对方一定要挣得比自己多。于是呢我就给他找了一位也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男士哈，他们约周末在一个咖啡厅见面，都是做金融的嘛，一开始呢也都聊得挺投缘的哈，气氛呢也很好，你一句我一句的啊，说说笑笑的。可是呢到了下半场哈，这位女生啊就问男士现在年薪多少，男士呢就跟他说了一下实际情况哈，就之前的单位呢他1年基本上呢能挣到70-80个左右哈，但是最近因为换了一个工作，基本工资呢大概也就50个左右，确实没有女生目前挣得多。可是这个话题啊却让双方的聊天变得尴尬起来了，有点没有话说了哈。没有过几分钟哈，这个女生呢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自己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起身离开了。
后来呢，他给我反馈的时候啊，就明显有些嫌弃的表述哈，所以就觉得这个男士啊，之前挣的还比较多，但是50万他接受不了的，还不到他的一半，这个人啊没有办法继续接触的啊，没有这个必要。他觉得短时间内这位男士确实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就是说这位女士啊，她对于男方的收入水平呢要求呢，可能还是坚持要那么高的。所以后来我又给她找了一位自己在创业的男士哈。大概呢就比他大3岁，两个人呢也是约在周末见了面。这位男士啊做生意的啊，挣的确实比他多。这一次呢跟这位男士聊天，他就比较直截了当啊，直接就问男士父母是做什么的。男士说家里也有个企业，那是父母自己一直在这个经营的。于是呢他就自作聪明的说了一句哈，那你还是挺幸运的呀，事业方面毕竟还有父母能帮衬一下。结果这时候啊，男士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他说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啊，挣到了第一桶金，自己这个公司呢没跟父母要过1分钱，我并没有依靠他们来帮衬我。这个时候他居然没有察觉到男士的不高兴啊，还继续的问，那你们家里的企业是做什么生意的呢？男士说家里是做钢材的，自己做的是机械类的。总之呢，女士聊得越来越兴起哈，对男士呢非常感兴趣，表示这个才是自己想要的另一半，一看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那种嘛。他还挺满意的，这位男士呢还挺符合他要求。可是啊，事与愿违哈。女士虽然很满意，但是男士这边的想法呢却截然相反。男士说觉得女士的颜值和年龄都不太符合自己的预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他说如果一个女生对物质要求很高的话，那么她的颜值年龄方面啊就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她要求对方的经济条件好，那对方也可以要求她年轻貌美吧。所以看来这位女士啊，她的这个婚姻啊注定还是遥遥无期的啊，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的？